周三是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1周年，落地实施1年来，香港国安法依法定香江，填补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治漏洞，令香港重回正轨，由乱及治，由治向兴，深得民心。根据紫金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民调，近80%受访者满意香港国安法落实成效，满意度创实施1年来新高。此外，针对伦敦所谓的民间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恶意抹黑歪曲香港国安法，外交部周三强调，中国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评论指，在中国共产党迎来100年华诞，香港特区也迎来24岁生日之际，香港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香港国安法保驾护航，相信香港将会再度铸就东方之珠传奇。去年6月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同日，香港国安法在香港刊宪公布，并于当日晚11时生效，至今已实施1周年。身兼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二在接受香港东周刊采访时表示，国家安全立法是由中央主导的重大决定。经历了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第1季的动乱，加上疫情出现，抗疫都受到黑暴影响，立法会也陷入混乱，所以中央果断出手，为香港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对于外界形容香港国安法犹如特区的定海神针，林郑月娥表示高度认同。香港国安法实施1周年之际，紫金研究院周二发布的民调显示，82.6%的受访者直言，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社会秩序和治安状况变好。76.2%的受访者认为，基本法赋予香港居民的自由权利未受影响。值得欣喜的是，高达75.7%的受访者对香港国安法实施成效感到满意，较今年4月的相关调查上升2.4个百分点，相关数据创下新高。此外，71.9%的受访者表示，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令自身对香港一国两制前景的信心增强。民调结果可以看出来，香港大多数市民呢是能够面对事实来公正的评价这一部法律，并且从自身来肯定这部法律呢保护了他们的自由权利，尤其是生活的安定。与2019年黑暴之乱带来的这样一种权利以及社会秩序的混乱相比的话，国安法带来了一个繁荣稳定的新的香港。那么要客观的讲，那么这个是香港民意的一个反应。实施1周年，香港国安法已经深得民心。然而，位于英国伦敦的民间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却对香港国安法说三道四。针对大赦国际的有关错误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回应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1年来，国家安全得到了维护，香港社会重回正轨，法治正义得到伸张，广大香港市民和外国在港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在更加安全的环境中得到更好保障，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认同的客观事实。我也愿意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些事实真相。数据显示，去年流入香港的资金规模高达500亿美元，港股 IPO 集资额位居世界第2。香港今年1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9%。汪文斌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表的报告再次肯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进入香港的境外新闻媒体及从业者有增无减，这些都是对香港国安法和香港发展前景投下的信任票。汪文斌强调，任何对香港国安法的攻击抹黑都阻挡不了香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大势。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相信，在中央政府全力支持和香港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香港一定能够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香港的明天将会更加的美好，香港的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会得到更好的保障。香港国安法实施1年来，坚定依法打击和惩治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为香港社会重回正轨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香港特区保安局发言人周三发布，截至本月28号，港警国安处共拘捕了117名涉案人士，包括95男、22女，年龄介乎15至79岁。
当中近55%及64人及3间公司被检控。发言人还表示，香港国安法有效扑灭罪行，比较国安法实施前后半年的罪案数字，纵火案大跌80%，刑事毁坏案减40%，香港的整体罪案数目减4%。保安局发言人强调，2019年修例风波引发动荡后，不法团体及人士的行动令香港罪案数字上升9%。直至去年香港国安法颁布实行后，今年第一季全港罪案数字迅即下跌约10%，社会上无视法律的行动大大收敛。事实上，去年6月30号，香港国安法正式生效，其震慑威力立竿见影。去年7月1号，香港国安法落地的第2天，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就正式成立。7月29号，港警国安处展开首次行动，抓捕港独分子。去年7月31号就发出通缉令，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通缉已潜逃海外的前香港众志成员罗冠聪、学生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和本土民主前线召集人黄台仰等乱港分子。去年8月10号，国安处雷霆出击，以涉嫌勾结外国势力、串谋欺诈及煽动等罪名，拘捕了一传媒创办人、港独头目黎智英及其2个儿子，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建宏、香港众志前副秘书长周庭等人。这些头面人物的落网，有力打击了乱港势力的嚣张气焰。去年12月27号，香港警方还以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通缉约30名身在海外的乱港分子，其中就包括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被通缉后，许志峰先是借公务外访名义逃到丹麦，2天后逃到英国，祈求英国政治庇护失败后，经过多番挣扎，又同家人辗转前往澳大利亚。今年1月6号，港警国安处拘捕53名曾参与去年7月非法35家初选的人士，被捕者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范国威、梁国雄、戴耀廷等。值得注意的是，臭名昭著的港大前副教授戴耀廷就是所谓蓝炒香港10部曲计划的重要操盘手。非法35家初选正是蓝炒10步的关键一步。戴耀廷被拘捕，严重挫败了蓝炒派非法夺权、瘫痪特区的险恶图谋，令整个香港社会大快人心。好，相关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香港国安法实施1年了，那您怎么看这部法律对香港社会带来的影响呢？童弟你好，我想呢，还是用香港媒体的观察来回答这个问题。综合香港媒体的说法，香港国安法实施1年，香港社会呢实现重要转折。用官方的话说呢，是实现有乱即治；用民间的话说呢，是香港回到了正路，在行政、立法、司法、传媒、教育等领域都发生了变化。具体来说呢，给香港带来10大变化。一呢是反中乱港这个黑暴行为呢销声匿迹，社会重归和谐，人身安全和言行自由得到保障。二是对违反国安法的行为予以严惩、严格执法，至少呢117人被捕，其中呢64人被监控。黎智英、戴耀廷、黄之锋等几个案犯呢已经服刑，还有更多的这个案犯呢正在这个排期等候审讯，反中乱港势力呢遭到沉重打击。3呢是国安法雷霆出击，粉碎了蓝炒派的违法初选，解除了颠覆这个政权的罪恶阴谋。那么今年呢，接着实施的这个完善的这个选举制度呢，保障了爱国者治港这一根本原则。一国两制行文致远呢，有了制度和法律保障。4是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使得公职人员宣誓制度刊宪。蓝炒派议员和不遵守一国两制原则的人呢，被清除出公职人员队伍，由此呢带动社会风气好转。5是在国安法的威慑下，蓝炒分子鸡飞狗走，30多名乱港骨干分子尾追潜逃海外，煽动暴力，这个蛊惑分裂、拉仇恨的力量大大的减弱。6是国安法呢明确划定了红线，精准打击4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那么诸多贩卖港独、实施颠覆政权行为的乱港组织被取缔，或者自行解散，或者自取灭亡，使得香港社会呢不敢再有公然叫嚣港独的声音，不敢呢有颠覆政权的犯罪行为。其实随着国安法执法力度加深，一些打着民主旗号实则破坏一国两制的忌讳活动失去了踪影，威严呢不再是政治符号。
8呢是国安教育深入课堂，香港也引入了首个国家安全教育日。教育局呢把通识科改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那么在课程上呢，这个不同的主题上呢都加入了国家的元素，从而呢来提升对国家的认同感。90国安法的牙齿呢也咬住了这个煽动暴力、颠覆政权、撕裂社会的多媒体。苹果日报寿终正寝，立场新闻分崩离析，香港舆论场上的谣言、谎言、妄言将大大的减少。10呢是香港国安法执法体系得以完善，特首指定法官呢保障了国安案件审理的准确性和严肃性，这警察抓人、法官放人的漏洞呢给补上了。那么损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呢，再也不可能借保释而逃避法律的制裁。国安法实施这一年呢，给香港社会带来的是暴风骤雨式的洗礼。那么港人呢，也认清了前途何在，开始走向新时代。对于香港国安法实施1年，海外媒体又是怎么看的呢？海外媒体对香港国安法实施1年呢是高度关注，这是他们的看问题的视角呢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来讲呢，都认为这个是香港社会发生重大变化。英国 BBC 说，国安法实施以后，这个城市的政治、社会、教育、媒体都开始迎来翻天覆地的转变。那么，刚刚升任特区政府2号人物的李家超说，国安法的实施让市民恢复正常生活，不再担惊受怕，危害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已经受到控制。路透社说，香港国安法实施1年，有117名人被逮捕，60多人被监控。香港保安局说呢，国安法的目的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涉嫌违反国安法而被捕的人呢，只是极少数，只占香港总人口的0.0016%。新加坡联合早报则报道林郑月娥的说法，这林郑说呢，如果没有国安法，这香港呢根本无法控制疫情。林郑认同国安法犹如香港特区定海神针这一说法。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